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北京房地产终于又上大招了。这一次大招，我认为动作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次出现了不限套数的概念哈。没错。8月8号的晚上呢，北京市有关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这里面主要是2个方面的政策。第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就是符合本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购买5环外的商品住房，包含这个新建的住房和二手房哈，就不限套数了。这可是继去年930政策非经济社保年限5环内5改3、5环外5改2之后北京在限购政策上呢又一次重大的调整。除了调整这个限购政策以外，还持续加大了公积金的支持力度，也是这次新政的一个重要的看点哈。就包括2套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提高到了100万，2套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调整为不低于30%，就下降了哈。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就是满足购房资格的这个家庭5环外不限购这一条。这次新政的这个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5环内和5环外现在就当做2个城市来处理了。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理解多了。对，就彼此的政策没有影响和牵绊了，各算各的。具体来说，就是如果你想买5环外，只要你是京籍的或者是社保满2年，你就随便买不限套数。注意，这里的5环外是以5环为界的所有的以外的部分，就不分你是哪个区，包括通州、大兴、房山、昌平，它都一样对，包括像昌平5环外，你看回龙观、大新住宅区，很多码农都住在这儿。对，像京籍购房资格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不再区分你家是家庭还是单身还是离异，是否带未成年子女京籍只要是成年人都是5环内2套资格。如果你已经有了5环外的2套房，5环内没有房子，以前是不可以买5环内的，现在就可以有2套5环内的购房资格了。因为这个5环内和5环外现在彼此单算了，就不再互相影响。我们再来看看这个5环内的规则。5环内就是你京籍呢，就是有2套资格，非京籍满足3年社保就有1套的购买资格。你能不能买只能看目前是否已经在5环内购买了2套，不够就可以买，和你5环外已经有多少套没有任何关系。哪怕你在5环外你扫楼，你扫了100套，只要你在5环内没有房子，你都可以继续在5环内买房了这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政策对，而且北京这2年的房价因为一直在持续下跌嘛，其实国家陆续也出台了像各种各样的政策，想要刺激救市，但是几乎都没啥效果。对，而且6、7月份，就今年6、7月份房价还在继续这个往下俯冲，就包括北京都在往下跌嘛。对，所以很多人就千呼万唤，就想说赶紧放开限购。你看这意味着啥就大家知道吧，你看5环外其实是很多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这样的一些高收入企业的一个聚集区那这些 IT 码农呢，他们的住宅区呢就不少的，他们以前都是在5环外还买了不止1套，这就导致他们就除非折腾一下卖掉现有的住房，否则他们在5环内是不能买房的。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北京的房子它又不好卖，尤其是5环外的房子，那你要卖的话，往往你就得低于市场价你才能出手。那要想折腾换房，那就得便宜卖房，还有各种税费，所以很多人就选择按兵不动。现在好了，这些人忽然一下子凭空就有了5环内的购买资格，尤其是在现在房价你看持续下跌，学区房现在也在下跌，那么这些人就有一部分人估计考虑会给孩子在5环内的一个好学区来买套房子来上学了，所以对这些高收入者的吸引力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一轮政策最大的刺激作用就是5环内的学区房对他们是非常利好的。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如果你以前是京籍的，已婚了，已经有3套5环外的房子，那之前呢你是买不了5环内的，现在你看新政之下，你就可以作为已婚家庭买2套5环内的了。如果夫妻双方都是京籍，离婚的话，那可以买4套5环内。如果孩子也成年了，那全家分别可以买6套5环内。就算离婚后又分别组建了新家庭，孩子也结婚了，那就是3个家庭，也就是总共能买5环内的6套。也就是说，不管是单身、已婚还是离异，都是一样的资格，只要是京籍的成年人，都是5环内2套这个购房资格。
这实际上就增加了很多家庭的这个购房的限额。哎，打住，你这口气听起来感觉买房像是买白菜啊，并不是就是说大家有这个购房资格就真的会买这么多房子，因为北京的房子你就即使算最近几年都是在一直跌不休，那就算买南边小折也还是要几百万的。对，就是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说你增加了这个限额，但是你想增加了这个限额之后啊，对于有一些想改善型的、想买学区房的，哎，他们现在就可以不需要再去低价卖掉他现有的住房，他现在就额外增加了这个购房的限额，那就意味着其实给他购买一个他改善型的，或者是说他学区房的这样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可不要小看这种便利，这种便利性啊，它当然你不能说他有了6套购房资格他就买6套，但他最起码买1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同时啊，虽然看起来是5环外不限购，但是我觉得对这个5环外的刺激作用目前应该是不大的。大家想想，真正有购买力，就像你刚才说的，在5环外他买了很多套，还要继续买5环内的人群到底有多少呢？那如果我觉得客观来说，这部分人群其实是不太多的，而且毕竟的话，它只是说你5环外有的房子我不算，你可以在5环内重新买，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人名下的话，它的税费也好，贷款利率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当于他们在买房，他们的持有成本和买房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对，所以要真正的对说限购政策对刺激北京这样的1线城市的房价，那应该是什么？是对全国人民不限购。哎，那毕竟呢，你看现在还有一个，即使你在5环外买，也要至少有一个交2年社保的这么一个条件。如果就真的再狠一点，就把这个交2年社保的条件也去掉，就什么人都可以在北京的5环外买房了，那绝对北京5环外的这个房价将迎来一波非常明确的上涨哈。但目前来看，这个政策还是遥遥无期的。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一听5环外就感觉是不是好远啊，城市的郊区。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哈，尤其是北5环，还真不是这样的概念。虽然它是5环外，地理位置不是很近，但是因为北京首先它的地铁嘛非常的便利，然后其次呢，因为5环外聚集了很多的这种 IT 企业，然后就码农扎堆啊，住在5环附近呢，像回龙观啊，什么还有西北5环上地这一片呢，还是挺多的。所以这一片呢，它的那个群体高收入群体还有受教育也平均也算是比较高。还有呢，就是说北京当时非常多的那个老北京，就是城里拆迁呢，2环里的胡同拆迁，他们也都选择了5环外，就是放弃了城里的老破小，选择了这个郊区的远大兴。就这种人群还是挺多的，就是住在尤其北5环附近。而且呢，在这个政策细节的制定上，税费减免没有跟上啊。比如要买这个第3套房，那就要按第3套房的这个标准来交契税，也就是大约3%哈。那如果家里面用老人没有房的老人的名字去买，如果按首套算的话，契税才1%啊。所以在这个契税方面，如果也执行同样的标准，刺激的效果应该会更大一些。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估计金9银10期间，政策面现在应该就这样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政策了。对。估计高层也是想明白了哈，现在这个房地产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宽松，而是整个市场的信心和购买力的问题。就大家现在钱包都在缩水，而且市场又在下行，在这种下行的状况下，你可能提前1个月买，你就可能又亏了几十万。所以说，很多人现在还是选择先再等一等，再看一看。而且我感觉就是政府为什么选在这个节点又出台这么一个5环外不限购的救市政策就是因为去年还有包括今年出了一些政策刺激嘛，但是都没啥效果，没有什么水花。而且根据北京现在的实际成交情况呢，我看了一下，就是6、7月份还是在这个往下俯冲就是不仅没有说，咱先不说回调，都没有止跌，不仅没有止跌，还在继续往下深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是一套蒲黄榆3里的一套房子，35.6平米，全朝南的一居室。其实这个朝向还是不错的，对吧？然后133万成交，这个价格根据它这个历史记录看，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就比较诧异。于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小区的相关信息这栋房子是6层的老破小，没有电梯。然后这一套卖的呢是位于黄金的2层，因为对于没有电梯的房子，大家想太高了也不方便嘛，拎桶油的话都怪重的。其实2层也还可以了。同时呢，还有2层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这种老楼来说，它有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反水问题，就是上面的人的粪便会在楼下1楼或者2楼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反出来，这是非常恶心的，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不选择1楼、2楼的原因。这个要重点考虑的，其实。
OK， 然后这套房子呢，还有个10万的个税需要客户的承担，所以实际上它是143万。6月13号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区的历史成交记录。同户型啊，有一套4层的房子，成交价呢是170万，这是6月份的时候，2个月不到的时间又跌了20%。哇！就是其实这个跌幅还真是挺大的，就2个月的时间继续往下俯冲。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区的位置哈，紧邻南2环，虽然是在边上，但是毕竟是挨着2环呀，位于天坛以南600米。哎，这晚上散步都能腿着走路到天坛里面去逛逛，是不是？虽然它的地理上是属于丰台区，但是跟东城区呢，其实也就只有1路之隔而已。隔壁东城的新房哈，有个天坛府，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平米14万了。所以这个位置哈，大家想，虽然它是在南2环，跟东城呢又只有1路之隔，所以它的租金啊应该不会太低。我还真就查了一下这个小区的租金，看看它这个一户型朝南的最近的租金成交价格是每个月4300。这么一算的话哈，我们这个考虑它的房价143万，租金4300，它1年的租金回报呢也达到了3.6%，这个比例的话是超过了什么定期存款啊，然后还有什么余额宝啊，这些都已经超过了，而且超过了非常多的小区的这个租售比，基本上很多小区就2%就不错了。而且借着这个案例哈，继续跟大家看看北京的这些房子啊，有很多老破小，它都已经跌到哪一年了呢？我们来把这个蒲黄榆小区这个3里的成交价最高点啊，是出现在2017年317出政策的那一天。2017年大家想必也非常熟悉了，关注北京、上海房价的朋友，对，它是一个历史高点。这一套房子哈，一个朝南一居室的最高价格是324万。那么我们看刚成交的这一套143万，已经跌了55%了。就是这个价格143万已经跌回了2012年的水平了。所以结合这个例子啊，可以看到，如果说现在想在北京买房安家，这个难度系数并不是说特别大，其实比以往要容易很多了。房价的下跌对于持有房子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那种还没有买房的人啊，他就是要在北京扎根的，其实100多万，对，哪怕是一个朝南的一居室，对吧？那你起码上车了，100多万的这个价格，咬咬牙自己首付一点，然后再贷款一部分，就是这个容易程度啊，已经比10年前提高太多了。我觉得为什么这轮政策从5环外开始哈，其实也是挺有道理的。就说如果你把北京的房价真的全面放开限购啊，就5环内外都放开了，不限套数的话，那引发的这个效果可就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就可能啊再次引发这个快速的上涨。也有可能是政府担心说放开了房价还不涨，那怎么办呢？就没有任何招了，所以不能大招一次性出完，得悠着点，一点一点出。所以在这种2种可能性都有的情况下，哪个可能性好像都不太好。所以说从5环外作为试点，这一步步渐进式的来，还是比较稳的一种方法。就感觉吧，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然后先观望观望，看看效果，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房地产最大的利好就是美国从9月份开始大概率会启动大规模的这个降息周期了。很多机构都预计到12月底之前累计可能会降息至少100个基点。那如果中国的央行也跟着降息，房贷利率再降个30到50个基点，那首套房的利率就能降到2.6%到2.7%左右，这个资金成本是相当低了。那结合现在这个楼市的价格行情来看，价格现在也算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对于犹豫不决的这些刚需购买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也意味着，即便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仍旧它不会大幅上涨，但是1线城市啊，尤其像北京、上海这2座，那当下的这个市场价格，就包括你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哇，我的租售比已经相当之高，而且100多万就可以在南2环去买房，那可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基础是比较稳固的，继续再下跌10%到20%以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北京它作为1线城市，它的抗跌性和恢复能力还是比其他城市要强的太多了。从长期来看呢，北京作为首都，你看人口的净流入、产业集中和教育医疗资源优越，这些基本面都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如果新一轮的这个货币政策宽松又逐渐发挥了效应，经济慢慢回归这个温和通胀的轨道的话，那北京这样的房产它是属于大宗商品嘛，它的保值属性啊，咱就不说增值，就是保值属性应该是比较强的，持有也是比较安全的。总体来说啊，现在的这个政策越来越宽松的这个状态来看，再结合现在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不太赞成有些大 V 说仍旧这个1线城市会大幅下跌的这个观点。
你看现在北京300-400万就能在五环附近买到不错的两房，在南二环100多万就能买到一个可以安小家的一房。相对于北京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来说，在北京这样一个充满了机遇的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小家，我认为啊，这对于还想拼一把的这些年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和性价比的。当然了，房价的走势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哈，不只是一个价格，还有一个政策，还更多呢还关系到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的一个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和经济的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房价走势来说，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